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第8届国际武器装备选拔赛。目前上场的是来自岛国的第3代爆发型人形机，要建模有建模，要经济有经济的风暴，以及龙国第2代机甲龙渊。话不多说，比赛开始。什么年代了？美国机甲还在用简单的物理攻击？变了，龙渊发出了2级大光线，风暴拉开距离，发射 M78型光速巨能穿甲弹。我去，龙渊直接被炸飞了！完了，我研究一辈子机甲，没想到差距还这么大。院长，就这水平，你们也想参加国际装备大赛？依我看呢，这战争学院还是改名农学院吧。忘恩负义的东西！当初你留学岛国，还是院长力排众议让你去的。那又怎样？当时我又没求他。再说了，我现在入籍岛国，可别跟我扯这些旧情了。技不如人，别吵了，赶紧去把炸飞的机甲残骸找回来，里面还有数据。你们龙国在这方面至少落后了20年，那坨破烂找回来也白费。快讯！龙国武器装备比赛失利，距离世界先进水平至少还有20年的差距。龙国输了，表哥，这是什么比赛？机甲比赛，就是看谁的机器人能打又能扛。听不懂，但感觉这水平跟国足差不多啊。倒也没那么差。哎，苗苗，我稍微改装了一下，但肯定比你爷爷原来的稻草人有效果。好耶！表哥最厉害了，我现在就把它插麦田里，就不信还有麻雀来捉粮食。去吧。哎，不过苗苗，你把功率调小一点，不然要出事儿。好重呀，都改了什么在里面？表哥，等爷爷收了新麦，第一个请你吃馍。哎呀，机甲真帅，但龙国落后20年，这也差太多了吧？哎呦，我就一修农机的，操心这些干嘛？超凡农机系统正在响应，每日任务完成。物品：麦田守望者原乡控阵预警装置。任务奖励：抽奖券乘1。我叫林晨，25岁，是桃源村农机厂的老板。自从系统觉醒后，就开启了辉煌人生。方圆几10公里，我修农机第2，就没人敢称第1。那是啥？奇了怪啊！麻雀飞不了这么高吧？龙渊明明是往这个方向坠毁的，在哪儿呢？立刻扩大搜索范围。是，僚机23号，立刻扩大搜索范围。收到，请回答。收到，正在执行。不好！李教授，我们被强光热源锁定了，准备迫降。什么？在龙国境内的山区农村，还能直接被热能武器锁定？这怎么可能？找到热源了，快看！忘记问表哥了，这东西怎么用来着？应该是这个开关吧。温度急剧升高，对方要发射了！完了，这种激光热能打击根本没打算给我们留活路啊！准备迫降，准备迫降！算了，一会儿回去再问问表哥吧。我就赶个吃麦子的麻雀，不用这么大阵仗吧？小女孩不是顶级特工？等等啊，你说啥？这东西是你赶麻雀的？是啊，不信你们看，这上面还有稻草呢。这太离谱了！李教授，谁家好人赶鸟的稻草人长这样啊？是啊，刚才3架直升机同时报警，我们差点就被打下来了。我
当然知道这不简单。院里最新一代的龙源机甲还做不到快速锁定的同时兼具激光打击。微型铅笔核反应堆、纳米级有源相控阵雷达，还有这支线路分布，居然是拟态神经元网络！我的天哪，全是华科院最前沿的研究课题，这是怎么做到的？必须要找到这个人，有了他，孙凯跟那群洋鬼子还不被打得满地找牙？哎，所以说李教授，现在咋办？私自改装这么大功率的热源装置，肯定是违反了咱们的航空管理条例。没错，他这太过分了，狠狠罚他。他今天敢打飞机，明天还不得把卫星打下来？就是，教授您放心，一会儿我就把他脑袋给拧下来。要是有他加入，那咱们还不如虎添翼。这东西跟机甲很接近，而他背后的人正是我们龙国急需的天才。改装不改装的无关紧要了。天才？你们说的是我表哥？没错啊，小朋友，麻烦你带我们去拜访一下吧。龙国的未来需要他施以援手。啊？你们确定他只是一个？当然了，这位可是战争学院的李教授，今天刚上新闻，他不会看错人的。你带我们去就行。这可是你们非要去的，到了可别怪我哦。到了，就是这儿。欢迎光临，200元手搓航母，3万块载人登月。什么？掌握次时代先进科技的天才，居然是维修工，修的还是农用机械。请问小林师傅在吗？拖拉机有问题，停在外面就行，下午来拿。教授，那个复合机械臂好像比咱们研究所的还要高级。还有事儿？如果是主轴承断了，那就得明天来取了。你们走错地方了吧？那个稻草人应该说是真打防空装置，它的相位校准算法，你是怎么解决即时通讯的？啊，听不懂，我就是修拖拉机的。我刚才就要跟你们说，表哥只是一个修农机的，造不出啥高科技，更不会造机甲。你们非不信？你们看，他真的只会修农机。桃源村先进农机维护旗手，江城第9届农机设计大赛冠军。等等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全国仿生机械大赛的金龙奖。哎呀，这个我表哥也说了，10个他都比不上一个农机先进旗手。这可是金龙奖，打败全国成百上千个对手才达到的荣誉。小林师傅，你居然……当时想靠系统在我大家狠狠捞钱升级的，但没想到够系统就只能维修农机，造别的根本不能升级。随手拿的，你们别一惊一乍的。要是不修农机，就别耽误我赚钱了。你还狡辩？先不说那个霸王龙，就这么个小东西，差点把我们一整队打下来。而且只要再改下外形，它就是大杀四方的终结者。你还说自己不会造机甲？哎，美女，你不能因为长得好看点就污蔑我呀！这个稻草人，刚才淼淼都跟你们说了，他就是赶鸟的农用机械。微型核反应堆、相控阵雷达、高功率热能武器，你管这个叫农用机械？小林师傅，当我傻啊你？哎，猪圈里养的肯定是猪，牛棚里肯定是牛，那我农机维修厂的肯定是农机呀，这很合理吧？他这话有点道理，但怎么又感觉不对劲儿呢？合理，很合理。合理个毛！这小子浑身都是本事，但他怎么就打死不承认呢？不行，无论如何都要把他拿下。教授，这家伙满嘴跑火车，要不干脆把他绑回学院，然后再问个清楚吧。你这啥话？我们的政策向来重视人才。林先生，既然你都再三强调自己做的是农机，那这样吧，现在我要采购你的它有名吗？什么型号？麦田守望者，算是第2代简陋版吧。
好，我代表战争学院向你采购一台第2代麦田守望者。可以是可以，但是我手头还有很多拖拉机没修呢，你们得多等几天。李教授，不用等了。我一直很遗憾没能考进战争学院，但这次为您办事儿，间接的就是圆梦了呀。说话算数，那就这么定了。李教授，刚刚收到消息，那台龙源机甲已经找到了，咱们也赶紧回去吧。我自己回去就行，你留在这里吧。为啥？那小子没个正经。我刚才本来要报价1000万，结果1万就把他高兴成那样。咱们不看着他，如果被境外势力忽悠瘸了怎么办？那行吧。天天修拖拉机啥的，生意太慢了。要长期跟官方合作，那系统积分还不直接起飞？到时候再解锁出高级农机，包下整个塔克拉玛干沙漠，种成万亩良田，我就是龙国未来的神话，课本上都得写我的名字，传奇人生从此开始。林先生，有啥要帮忙的吗？你怎么还在这儿啊？上面发话了，从现在开始，我就是你的贴身保镖了。官大一级压死人呢，说的我好像很需要你保护一样。没啥事儿，你就喂一喂门口的鹦鹉，不用你帮忙。你这什么态度？吓死鸟了，吓死鸟了！哼，没想到3年过后，我居然又回来了。这次，我要让所有人都败在黑豹之下。少爷，那台龙渊已经被他们找回来了，但破得不成样子，肯定跟咱们争不了冠军。那堆破铜烂铁，也就他们供起来当个宝贝了。还有别的动向吗？别的有倒是有，但说出来您可能不信，他们找了个紧急维修的帮手。这有啥不信的？哼，那个帮手是来自维修厂的老板，而且还是修农用拖拉机的。什么？找修拖拉机的来修机甲？你没搞错吧？千真万确呀，少爷！我还查到那小子的学历只是专科，我哪敢骗您啊？这事儿邪乎的过头了，今晚就派人去搞清楚，若有必要，懂了吗？明白。这也不吃，那也不吃，饿死算了。还有若琳老板，你这好歹也是个维修厂，监控都不装。不是有小亮在吗？他可比监控还好使，而且还是我的超级管家。就他？哎，不信是吧？来，小亮，给他整个活，让他瞧瞧我们农机厂的实力。明天我就跟李教授说，你就跟这只傻鸟一样，都是骗子。哎，别呀，姐姐，那1万块钱我还没闻到味儿呢。干嘛？那钱又不是你出，而且就算卸磨杀驴，也太早了吧？闭嘴吧你！外面有狙击手。XM2035亚音速反人员步枪，距离800米。等等，这是神经毒素特种弹。什么弹？哎呀，你先松开我，闷得喘不上气儿了。说人话。这子弹有毒，但凡擦破点皮，你就要变成只会阿巴阿巴的弱智了。我操！小爷这是招谁惹谁了？下手这么狠！快撤！目标高手保护。哎，撤啥撤？情报上说了，目标只是一个修拖拉机的。如果那个高手算1分，他就倒欠10分。哦，懂了。2比负9，优势在我。早知道对面有狙击手，就该穿上作战服的。哎呦，完了！我还没谈过恋爱、亲过嘴，现在就要交代在这儿了。别慌啊，这可是我的地盘，你老实躺好了，我带飞。什么？哎，你别站起来啊！
天下武功，无坚不摧，唯快不破。我的天，微秒级响应，你这机械臂开挂了！哼，小小狙击手，拿捏。我的天，见过空手接白刃，还没见过空手接子弹的。你真的只是农机维修工？什么？我看到了什么？手接子弹！尼玛，这还是人？我记得咱们这是科幻片呢。看不下去了，必须要给他上狠活。他这也太装逼了！快趴下！这么嚣张，对面急眼了。哼，这才哪儿到哪儿。老子让你接子弹，这一万发下去，就算是火云邪神也得被打成筛子。呸！带妹装逼，这就是下场。他这都没事啊？不好，早听说龙国在钻研机甲的同时，还有749局在开发异能者，这回真得撤了。林琛，你怎么样了？这家伙可千万不能出事啊！他们走了没？你都装成这样了，他们能不走吗？那还不来扶我一把？哎呦，刚才功力调太高，把我腰闪了。你这机械臂，刚才那个紫色大盾，应该是电磁偏转立场吧？哎，你也给我搞一套呗。行啊，得加钱，3万。什么？我刚才可是救了你条狗命哎！说的后来我好像没救回来一样。见钱眼开，活该你单身。你不也是？完了完了，我还没谈过恋爱，亲过嘴，现在就要交代在这儿了。哎呦！你，哎呀，不准学我！快闭嘴！警报！警报！龙国太吓人了，早知道这样就不该跟孙公子过来的。一个农机厂的维修工，居然把咱们黑白双煞逼成这副模样。你们确实傻逼。谁在说话？不要装神弄鬼，出来！哎，系统又给东西了。不过上次改装稻草人的抽奖券还没来得及用呢，不知道这回手气咋样。嘿嘿。住！姑奶奶，大半夜的，你干嘛？我有点怕黑。你一只手都能把我脑袋拧下来的狠人，现在说怕黑不敢自己睡，骗鬼呢！你怎么知道我看到鬼了？刚才院外好像有个黑影飘过，干巴巴的只剩个骨架，好像还拖着2个人。哦，忘了，麦田守望者已经造出骨架了。刚才在小亮的指挥下，充当打野收人头去了。行吧，行吧，行吧，但你只能睡地板啊！敢打呼噜就撵出去。啊，睡地板？啊个屁！我堂堂一个黄花大闺男，可不能让你占了便宜。哼，我好歹也是局里特战一枝花，居然这么没吸引力！哼，死直男，活该单身一辈子。已经摔成这样了，龙国10余年的心血啊，白费了。王院长，别灰心，今天回收龙渊的时候，
我遇见了一个很特别的小伙子，只要有他在，咱们有90%把握能赢。啊，有这么夸张？事实真就这样，这年轻人也真就是农机维修厂的小老板，不过他手里掌握的先进科技很强。我没听错吧？他们要干嘛？少爷，他们病急乱投医呢，居然指望一个修拖拉机的来修机甲，笑死人了。孙凯，你来这里干什么？我家少爷的座驾坏了，请你们呢把那吨破烂扔出去腾个洗车的地方。什么？我们最顶尖的科研实验室居然给你洗车，欺人太甚！那咋了？难道你还不知道我江城孙家的背后都站着谁？不就是区区岛国吗？我们这么多人，还得让你欺负了不成？这都什么时代了，还比人多？哼！李教授，龙国科技落后20年，真是有原因的。3代机，我们居然早就攻克了材料学难题。这可是我花了2箱金条从岛国进口的特种钢材，切开你们就跟切豆腐一样。要不试试？而杭州这个小男孩的右眼整个晶状体已经呈现出完全。孙凯这个王八蛋，欺人太甚，好想打他一顿。特种钢材？不对吧？黄毛说的这玩意儿，我都用来修拖拉机，他怎么还当宝一样？你寻思啥呢？还不赶紧把你的机甲造出来，狠狠打他脸！关我啥事儿？我就一修农机的小老百姓。这什么话？哼，你该不会是怕了他吧？哼，机匠我也没用，拿多少钱办多少事儿。哎，等等，这黄毛怎么有点眼熟啊？想要单挑？你先来还是你先来？哼，还是你。够了！你不就是想要霸占实验室，然后让我们在明天彻底输给你吗？好，如你所愿。哼，本公子还真没这么想。那你究竟想怎样？我呀，请了全球媒体在明天直播，是想让你们在擂台上输得一败涂地，直接没脸见人。你，孙凯，你可别忘了，战争学院既然能培养出你，也能培养出比你更优秀的天才。行了行了，嘴硬谁不会？老东西，明天擂台上，我倒要看看你能派出什么天才，来一个我就杀一个，直到把你的战争学院除名。这枪是昨晚那2个狙击手的放大版，他大爷的！就是这个黄毛想要我的小命。目前看来，龙国的机甲技术距离世界领先水平确实落后20余年。3天后的机甲大赛似乎大局已定。李教授他们也被欺负得太憋屈了，不行，我这就回去拿装备，帮他们抢回实验室。等等，先别走，我打算……什么？稻草人不用做了？那我的尾款？林先生放心，钱我照样给你。哎，估计你也看到新闻了，无论我们做什么，都是徒劳。不是吧？真就像那个黄毛认输啊？哎呀，听我的，他真不强。他还不强？多谢你的安慰，但这事太凶险，你还是别趟这浑水了。哎，我至于机甲大赛，龙国还是要参加的。哎，正是差距，我们再接再厉，输也要输个明明白白。喂，李教授啊，我真没安慰你。哎呦，这老头，你刚才要跟我说啥？搞快点！哎，你急个毛啊！就你那点本事，确实送人头。我打算连夜造出稻草人，狠狠打那个黄毛的脸。啊？为啥？你怎么突然回心转意了？哎，少废话，赶紧过来搭把手。孙凯是吧？
派人害我是吧？啥也不是还敢装逼，小爷让你们飞起！造好了！你这黑眼圈2天都没睡，太拼了吧！没事，赶紧上来，机甲大赛马上开始了。什么？一招就被秒了？这黑豹的反应，妖孽啊！哼，这就被吓到了。我这黑豹可是半步都没动啊。李教授，下一个上场的，好像就是你们了吧？你别太嚣张！岛国孙凯盛，现在他已经连胜8场，即将打破机甲大赛的纪录，冲击10冠王。强者就是有资格嚣张。老头儿，你要是不服，就把你们的破铜烂铁拿出来，跟我们碰一碰呗。现在我们可以看到，龙国状态不佳，远远不是第3代迅捷型机甲的对手。全球观众朋友们，东方龙国机甲的保密级别一直很高，但没料到一经亮相却是这样。不知这20年的落差，他们又将如何应对？这下完了，我们龙国当真就要输得如此不堪吗？输就输嘛，我们要正视差距。李教授，这次我们积累教训，也算给龙国未来的机甲天才铺路。下次再赢回来就是。去吧，接下挑战，跟他打。好，龙国之大，肯定会有天才，要为今天的我们出气。哼，哟，站都站不稳，还上来自取其辱，别一下搞死，懂我意思吧？少爷，你就放心交给我吧。老家伙，让你们看看什么叫降维打击。不是吧，大哥，你就开这破玩意儿进城，啥时候才能把东西送到机甲大赛啊？哎，臭小子，把你的破拖拉机往后倒，别熏着我的新车。你抢道还有理了？小爷有急事没撞你，就偷着乐吧。嘿，我操！你撞一个试试？着急你有本事就飞过去啊！嘿嘿，这可是你说的。你都这样了，还死撑呢？再来，我还没散架。切，还想起来？给我老实跪着！看样子龙国又要输了，就没人救救他们，我都不忍心看。作战资料已收录14%，继续收录。还行，这几刀没白挨。就是不知道我还能不能撑到收录结束。龙国未来的机甲天才啊，我们这一辈人只能做到这里了。你以后千万别再受这窝囊气。什么？我的上帝！龙国机甲还在动？怎么回事？这种程度的撞击居然还能起来？索好东，干什么吃的？作战资料已收录51%。给我跪下！妈的，真以为我不敢杀你是吧？老子倒要看看你的骨头有没有刀硬！哼，不自量力，可笑。
这速度，引爆！谁在抢本公子风头？这人是谁？末端制动达到引爆的机甲技术，全球也没几个。他究竟是敌是友？啊！莫云啊，你们终于来了。李教授，我送你去急救。喂，你是谁？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？瞎呀，没看见我带机甲过来的，当然是找你麻烦的呀。就这也叫机甲？拖拉机吧？哼，依我看，分明是来找死的。观众朋友，你目前看到的画面是即将打破机甲大赛的9冠王，正在面临神秘挑战者。王院长，这就是你们龙国呼唤的天才，果然是那个农机厂的维修工，难怪老远就闻到一股机油味儿。是又怎么了？总比某些望族的混蛋好，你说是吧，院长？小赵，台上那位的登场方式确实与众不同啊，但他真的靠谱吗？放心吧，院长，那家伙虽然没个正经样，但绝对可靠。就他，当着全球媒体的面儿，可别再丢人现眼了。好，大得好！一招秒了，苏浩东，你怎么愣着不躲？就这也叫机甲？拖拉机吧？依我看，分明是来找死的。说脏话是吧？先打烂你的嘴！一招，苏浩东，你怎么愣着不躲？什么？我没看错吧？这拖拉机的速度比黑豹还快，那可是第3代迅捷型机甲的巅峰啊！不对，这小子很不对劲，赶紧全息扫描，我要看到他的属性。全部未知，这怎么可能？说鸡不说八，小爷让你喷脏话。刀，快点用刀！这要是输了，钢板大人不会饶了你的。妈的，管你是什么歪门邪道，这一刀等着给我头七吧，你腿子！断了，这可是岛国特种钢，我的2项金条啊！这在我厂里都只能修农机，你还花2项金条去买？你这是特别冤种钢吧？你小子别狂，敢不敢跟本公子打一场？打赢谁就是10冠王。哼，谁还不会召唤机甲了？甲来！桃源村农机维修厂，该不会真是农用机械吧？好多这小子，短几天就升级到第2代了。院长，我们有救了！先不说外观，就这个体型差距，李教授，你没搞错吧？没搞错，他就是我说的那个天才。天才？一个农机厂维修员，天才？你就只是我10冠王的垫脚石。他被吓傻了，怎么不躲呀？这台风暴是第3代迅捷型机甲，兼具火力与速度。目前看来，这位神秘挑战者已经被电磁干扰的无法动弹。他有病吧？地上不能发射导弹，非要跳一下，花里胡哨的。热伏激光，李教授看到没？这是我们梦寐以求的技术啊！李教授，这稻草人果然深藏不露，好
好险啊！当时是啊，差点要了我们的命。你们嘀咕啥呢？没啥。哎，等等，你怎么下来了？不打了？说，谁说机甲打架就一定要上人呢？我在台下看着多舒坦呢。啊，你什么电磁干扰？这堆破铜烂铁，怎么还有比我更先进的对空压制技术？吓唬谁呢？要把你们拆的拼都拼不起来！还是不动，这。我没看错吧？偏转立场，这项技术的前沿理论不都还没人搞明白吗？怎么就投入实用了？帅啊你这，把老院长都吓到了，真给我长脸！嘿嘿嘿嘿，更帅的还在后面呢。现在该我出手了。这力度，好快的速度！小赵，你教的？想不到啊，机甲对抗还能这么打！啊，不，别看我啊，我学的是军用擒拿，可不会传统武术。喂，不是吧，哥们儿，你还会传统功夫，还能远程操控机甲的跟着你打？不会啊。嗯，那你这，没吃过猪肉，你还没见过猪跑啊？那么多功夫电影，我让稻草人都看了一遍，厉害吧？啊？看功夫电影就会了？你骗小孩呢？那倒也不全是功夫电影。快看，风暴机甲要反击了！这是不好，孙凯要暴走了。凌晨，这是你们自找的。目前我们可以看到，风暴机甲即将展开最终反击，但 Mr. 孙似乎没考虑到观众的安全。我靠，打急眼了！糟糕！强对流干扰仪，这明显是气象武器，通常都用来战略部署。小小的稻草人，居然能把他逼成这样！凌晨，你还杵着干嘛？打他呀！喂，不是吧，姐姐，他这都整出天地异象了，怎么打呀？完全不是对手啊！打不过，那这下该怎么办？就凭你一个农机维修员，也配跟我争机甲之王的名号？死，都给我死！凌晨，我操，孙凯这家伙是狗急跳墙，非要整死我呀！这还用说？你要抢他的九冠王，他肯定跟你拼命啊！赶紧想办法！你不是鬼点子老多了吗？气象武器？哎，等等，我不也有吗？在哪儿？我去帮你拿。不用，他自己会来。小亮，该你上场整活了。到了几乎完全失明的地步。哇，表哥真会造机甲，稻草人那么厉害！啊，小亮是机器鸟，那我该不会也是表哥做的机器人吧？孙凯疯了，为了赢，连人命都不顾了。强对流仪全力运转，想把整个场地都夷为平地了。凌晨，你到底能不能行？哎，男人必须得行。啊，你干嘛？搁这儿检验算命呢？
动个毛！小爷我这是……凌晨，你刚才不是很打吗？出来受死！天上的鸟人，我当然很痛，而且我秒你还只需要1招。那是什么？好快的速度！拖延我，什么花招都没用。这是你院子里的只鹦鹉？傻了吧你？我都说了，他可是我农机厂的超级保安跟管家。这怎么可能？这小子很不简单啊！随手搞的仿生机械鸟，居然可以跟几10吨的人形机甲对抗。这算啥啊，院长？他还会造大个的霸王龙呢！什么？难不成上一届全国仿生机械大赛金龙奖，他就是得主？是啊，但这小子不知道为啥死活不承认。啊，不行！我要给上面写个报告，必须重视他。孙公子，你这也不行啊！要不拉到我的农机厂，给你再改改？你找死！凌晨，你有病！下次再也不为他担心了，拼了命都要耍帅，纯有病！你究竟是谁？居然会有这么多黑科技！桃花源农机维修厂的老板啊！不可能，一个修拖拉机的，不可能打败我，绝对不可能！你这热能强对流仪啊！你刚才不也用了吗？我只是强了这么一点点。我输了，机甲之王的荣誉归你了。哎，你说输了就输了，该挨的打，你可不能少。什么意思？哎，李教授，你刚才收集的战斗资料呢？赶紧传给咱们机甲，然后我教你怎么远程控制他们。好啊，痛打落水狗的机会可不多啊！别打，我真的认输了。小林，真是辛苦你了。今晚的庆功宴，你这个机甲之王可不能跑啊！哎，您坐。哎呀，既然有人请客吃饭，我肯定不会跑。观众朋友们，本次机甲大赛已经结束了，胜率最高的风暴机甲驾驶员亲口认输。而东区的新冠军就是桃源村农机先进骑手，江城第9届农机设计大赛冠军，机甲体术开创者，一剑开天的10冠王凌晨。输了！我们最优秀的第3代机甲，居然会输给一个修拖拉机的，太丢脸了！孙桑曾经说，龙国的机甲至少落后20年，所以我们觉得这回他输得这么难看，也许是不会操作。这还用说？难不成风暴机甲连一个毛头小子都打不过吗？你们这群饭桶，滚出去！这个叫林晨的小子太古怪了，如果拉拢不成，明白了吗？是，梁子明白。既然江城孙家不行，那就亲自下场。机甲大赛的总冠军，哼，反正输谁也不能输龙国。各位，自古少年出英雄，想不到我龙国时隔20多年，
又出了这么一位少年英雄。20年前还有高手。哎，老院长说的谁啊？我说大哥，瞧了你这吃相，20年前我刚上幼儿园，我哪知道？下面就由我代表战争学院为他颁奖。哎，别吃了，院长叫你呢。凌晨，凌晨。哎，嘿嘿嘿，各位好，各位好。小林啊，你今天的表现，大家都看在眼里。不单是生活上的困难，别的有什么需求，你也随便提。没啥需求，我只想要这个疙瘩。哦，没想到你居然如此重视机甲大赛，这种精神很值得大家学习啊！既然这样，那把剩下的东西撤了吧。糟了，原来可以全都要啊！哎呀，我这是错过了1个亿啊！这些东西10座奖杯也赶不上啊！小林，你脸色怎么？没事没事，院长，我刚才吃太猛，高血压犯了。啊，小赵，快送他赶紧回去休息。我脸上有花啊，一直盯着我看干嘛？我原本以为你钻进钱眼里了，结果刚才我为之前那么对你道歉。没事儿，这不还有个奖杯吗？也不算白干。院长说你年少英雄，当真不错。等等，你该不会觉得这个奖杯是纯金的吧？啊，不是真的，金灿灿就是金的，这纯是一个象征，真正值钱的是刚才。你去哪？城里套路多，我要回农村。那小亮呢？他还在实验室里检修呢。不要了啊！我的命好苦啊！木英姐，你快回来，那只鸟不受控制了。哎，木英姐，是我。怎么了这是？你一看就知道了。天晚上看到的不是鬼，而是小亮出去打野了。这个凌晨也不跟我说清楚，害我跟他睡一个屋。什么？云姐，你都跟他发展的这么快？睡一个屋不是跟他睡，胸大无脑说的就是你这种。嗨，云姐，你就这么出去了？小心！不明人员靠近，正在识别，准备驱离。凶女人得罪不起，解除驱离程序。神经节点已恢复，正在联网。这就修好了？那我刚才忙得脚不沾地算什么？算你加班命很苦呗。凌晨那些东西坏了拍拍就没事，但功能还是很强悍的。嘿，让我玩玩，来握下爪爪。你好，你好，美女你好，美女再见。互动功能确实挺强，要是2只爪爪一起握呢？哎呦，你干嘛？还想把小爷给撂倒啊？这互动强的有点过头了吧？木英姐，啥时候带我见下凌晨？干嘛？我很好奇，这只鹦鹉是怎么做出来的？另外就是它身上的黑科技强得离谱，为什么不走军工线，非要搞得这么怪？生意上门，正在为您转接老板。哎，你这也太快了吧！我都还没化妆准备好呢。他也很邋遢，不用那么隆重。等等，这是什么情况？不好，凌晨危险了！